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之前做了一款半发酵的生煎，很高兴有几位网友把这款高难度的生煎制作成功，但也有不少朋友花了心思却没有成功，尤其是我的一位小朋友，只有12岁的 Kelly， 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视频我就来做一个一样美味但相对简单的嫩酵生煎。嫩酵也是发酵面团的一种，所以嫩酵生煎的特点就是皮特别松软，而且底又是薄脆的。最关键的是嫩酵面团的气孔小而密，所以它的皮可以包住汤汁。看似简单，但仍然要记住4个秘诀才能做成功。第一个秘诀同样是发酵面团，嫩酵面团的发酵时间比较短，不要让它发足。如果你是发面高手，可以只用酵母；如果你希望双保险，那就加入等量的泡打粉。做视频的时候，我希望更加精确，用的是克数。大家在家里只要量一下，心里有数，任何器皿都可以作为量器。做了20只嫩酵生煎，用了150克室温水，加入4克的酵母和泡打粉，搅拌一下。这里如果你希望把生煎包做得颜值更高、更洁白，有2个办法。一个是在酵母水里加等量的糖，另一个就是把中筋面粉换成磨得更细的 double O 面粉。和面可以在台面上，也可以用一个大大的盆。中筋面粉300克，开个锅，把它搅拌成小面絮。这个时候总觉得自己小时候玩沙子泥巴不够努力，每次都是江河决堤。不管哪能倒啊倒，要耐心一点，把它搅成很多小面絮。这个步骤看似简单，却很重要，因为它可以帮助面粉充分均匀地吸收水分和酵母，这样才能够使这个面团形成足够的筋性。如果我们是做全发面的包子、馒头或者是水煎包，那这里就可以把面絮成团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是生煎包，要减少一部分的韧性，增加一些酥性，就要加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油脂。而且口感和味道最好的就是 leaf lard。leaf lard 是在排骨里面腰部一粒一粒的板油，专业的酥点都会用到它，因为它没有腥味，而且颜色特别白。如果你没有，也可以用素油。在小面絮形成之后再加油脂，它的目的就是让一部分的面粉不能充分结合。这部分的面粉粒好可怜，原本也可以和别的面粉粒粘在一起，现在却被油脂活活的分开。但是呢，也正因为这样分开的面粉粒，我们咬上去才会有酥松的口感。也是因为有了油脂，成团之后马上就可以轻松的揉面。揉面的时间和揉面的力气和技术有关，掌根用力，向下向前推，交替用力。面团又小又带油脂，非常好揉，2-3分钟就变得光滑洁白。揉好后用保鲜膜盖好，因为加了泡打粉，这个嫩酵面团发酵特别快，只需要15分钟。馅料是事先做好的，在冰箱里放置1个小时以上，或者隔夜都好，目的是为了让它凝结，包起来方便。趁醒面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搓成小肉圆，后面包包子的时候速度就可以加快。馅料的制作你可以看我的上海锅贴和前一个生煎包的视频。这次用的是纯猪肉，但调味的方法是基本上一样的。有一个改进，就是把生抽酱油换成老抽，它的好处是不但提香，而且解油腻。肉馅里的鲜汤冻和肉的比例是1:1，鲜汤冻的做法很多，讲的最详细的在我的小笼包视频里。这次也凑了一个海陆空，用了1只带皮的小前蹄，1只鸡骨架，还有1瓶罐装的大牡蛎。最近的鲜汤冻做的创意无限，各有滋味。15分钟后，嫩酵面团的体积增加了大约50%。如果你在发面的时候不想加泡打粉，那发面的时间也会相对延长。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按照体积，另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它还是成型的，你可以拿起它拍一拍，有噗噗这样的小空气声音。下一个步骤很重要，也是成功的嫩酵生煎的秘诀之2，就是要认认真真的来排气，把面皮里的气孔收紧缩小。
把它反复的压匀压透，这样才能阻止馅料里无孔不出的汤汁往外面的油锅里跑。馅料里的汤水一旦跑出来，遇到外面的热油就会爆锅，这是我们不要看到的。搓条下剂，每个剂子大约24到25克。这个生煎包的皮子已经自带油脂，如果揉得好就可以直接包。如果有些粘手，你可以撒一些粉，也可以抹一些油，在生煎包的情况下，白按油按都可以。馅和皮一样大，也是24克。右手的大拇指作为定海神针，拉住了就不动。收口的时候，如果要牢，就注意一下我左手的大拇指。一边分口，一边左右手配合，把生煎包拉高，这样这个生煎包的颜值会好看一些。做好之后，把它摆放在一块砧板上，拿起来方便。擀皮的时候，一只手擀，一只手转，转的时候角度越小，速度越匀，皮就越圆。擀的时候推用力，出自然，也是为了圆。擀1/3就能够四周薄，中间厚。放馅的时候，中间的手指往下凹，像个小碗一样兜住馅。捏褶子的时候，放松心情，均匀的推拉捏，推拉捏，往前走。如果你是新手，捏皮的手指面积会比较大，只要多加练习，就能越包越精致，慢慢只用指尖来捏褶皱。收口如果熟练了，那左手大拇指也不用推了，直接就把它捏起来。做好之后马上煎，不要让它二次醒发，这就是第3个秘诀。有的时候大灶头开大火，反而火苗铺开，中间是冷的。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把2个架子叠加，可以增加锅子中间的温度。这里铸铁锅养的越油越好用，如果你没有，也可以用平底的不粘锅。冷锅冷油下生煎，然后开中大火。成功的嫩椒生煎，它的秘诀之4就是煎制的时间一定要短，因为一旦油温上升，面皮里的气孔就开始放大，馅心里的汤汁蠢蠢欲动，千万不要让它们钻出来。这里一定要记住，宁愿少煎也不要多煎，底部微微发黄就可以了，大约2-3分钟。这个时候一手拿盖，一手拿水，动作一定要快。热油碰冷水产生巨大的压力，这里就是一个小压力锅，压力大，温度高，包子皮里的水分直接冲成气体，那包子就松软了。从刚开始的油煎到加了水之后的半煎半蒸，用的都是中大火，盖大约1分钟了，现在把火调成中火。2-3分钟后，锅里的水汽蒸发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回到了油煎的状态。刚学会做的时候，时间作为参考，但有了一定经验，你就知道现在的包子已经是白白胖胖的了。撒上葱和芝麻，再盖上盖，调回到中大火，再煎1-2分钟，让它上色。从冷锅冷油到现在，总共的时间不超过8到10分钟。下锅时放的油现在基本上还在锅里，所以这个包子吃起来是不油的。盖子还没有开，香气都溢出来了。为了卖相圆满，放得比较宽松，如果自己吃可以挨得紧一点，一锅放8-9个，葱也不会掉下来。咬一口，面皮特别酥松，底也是薄薄脆脆的，里面全是汤。就这样，相对半椒生煎，嫩椒生煎属于事半功倍，工序简单，速度快。但是要制作成功，一定要记住它的4个秘诀：发酵要嫩，排气要彻底，做的时候要利索，纯油煎的时间一定要短。最近做了好多种不同面团的生煎，这一款是我先生的最爱，也希望你试一试，看看是否你也喜欢。
上一次做的半发酵生煎用的是3/4的热水面团和1/4的全发酵面团，它是我的最爱，缺点就是制作困难，很容易发酵过度。那用同样的制作理念，如果用3/4的热水面团和1/4的嫩酵面团，做出来会是什么口感呢？把2个面团合并之后，也切了一个大剂子，和今天的嫩酵生煎一样，25克。里面的馅心是今天多下来的，也是25克一只。馅心有限，只包了5只，不过没关系，小锅的半锅也可以煎。因为它的热水面团比较多，所以煎制的时间比较长，蒸制的时间比较短，总共大约8到10分钟。大家来看一看，是不是意外地做出了小羊生煎呢？本来呢，和几个网友已经说要在这个视频里把生煎、水煎和馅饼的制作方法、特色和其中的规律做一个总结，但是呢，这个视频就搞得太长了，大家看的也辛苦，那就留到下一周再和大家分享。